你甚至可以把它直接架在你的 MacBook 上。我连续用了几个小时，表面还是非常干爽，加了一个盾，主打一个皮实耐操。不用的时候，线头有磁吸功能，啪一下就能自己吸附在凹槽里了，不容易留下划痕和指纹。在我重金买了 MacBook 后，我天真的以为这事就翻篇了，直到我手贱点开了苹果官网那个名叫配件的页面，我悟了。我买到的是一张门票，一张通往苹果配件生态这个大型氪金游戏的入场券。电脑只是个开始， Mac 精选配件， Mac 必需品，充电必须，音频，每一样都是苹果精心为你挖好的坑。作为一个差生工具多的代表，今天我就来填下这个坑。这期视频咱们就来聊聊5款让你带着就走的 MacBook 配件，装置各种出差党、通勤族，让你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。话不多说，让我们 Let's go。首先是键盘，说实话，专门为 Mac 设计的键盘其实并不多，其中 Neofit 这个牌子你肯定绕不开，海外一堆数码博主都在用，在海外贴吧 Reddit 的机械键盘社区里讨论度也非常活跃。这是 Neofit Air 75V3，一台专门给 Mac 和苹果全家桶用户量身定制的矮轴机械键盘。这次的外观没有像前两代那么跳跃，回归到和 Mac 一样的内敛极简风，看着更干净简洁。我手上的星云黑和午夜色的 MacBook Air 放在一起，非常有CP感。布局是标准的75%、84键，该有的 F 区方向键它一个都不少。出厂就给你配好了 Command 和 Option， 还有 F1 到 F12 的所有快捷键，像调整屏幕亮度、音量、媒体控制等等，和 Mac 上的键位都一模一样。哦，对了，右上角还多了个可乐拔插的旋钮，包装里还送了高低两种样式的旋钮给你换。旋钮的阻尼感很不错，默认按下是静音，旋转是调音量，你想改成别的也行，软件里都能自定义。键盘的上半部分是 CNC 一体加工的铝合金框架，和 MacBook 一样的二角，摸上去的质感就跟你摸 MacBook 掌托的金属一模一样。下半部分是塑料，但用料很扎实，没那种廉价的松滑感。这种上铝下塑的设计既有质感，又控制了重量。毕竟 Air 系列主打的就是一个便携，整个键盘你可以和电脑一起很方便的塞进包里。Neofit 甚至还为它专门出了一个收纳键盘的 Folio 保护套，你敢信？键盘自带20多种 RGB 灯效，左右的灯带还能显示大小写状态、电池电量、连接方式等，有着一种看上去很花里胡哨但又很实用的感觉。键盘提供3段式的调节，不知道是不是特意设计过，当你放平键盘，这个弧度正好可以塞进妙控板。这些都不算什么，你甚至可以把它直接架在你的 MacBook 上，键盘底部的胶条正好会卡在 Mac 上，严丝合缝，打字的时候也不会晃动。再说说打字手感 ，PPT 材质的键帽耐磨不打油。我这款是红轴，但声音不是那种清脆的咔嗒声，它更像搓麻将的声音，比较集中厚实。按下去你能感受到轻微的下沉和缓冲，给你的反馈也很及时。还有像空格、回车这些大键调教的很好，不会晃，没杂音。这种绵密感来自内部的 Gaskey 的结构，说白了就是在里面塞了一堆软垫子，吸收打字时产生的内部震动，不让杂音出现。可能文字上很难形象的展示，下面是3款红轴的声音，大家听听这点细微的差别。当然，你要是喜欢绝对的安静，它也有静音轴体可以选。连接方式有蓝牙、无线、有线连接，蓝牙还能连3个设备，给你的 iPad 用也完全 OK。它在后面还设计了一个收纳无线接收器的地方，再也不用担心这个小玩意某天找不到了。续航方面是真的顶，4000毫安时的大电池，关灯的情况下能用到1200个小时，用到你忘记了充电器长啥样。开灯的话就正常水平了，60到100个小时。要是能加个功能，单手靠近键盘时自动激活灯光的话，就更完美了。除了颜值外，这款键盘真正灵魂是它的驱动，你可以自定义每个按键的功能，除了基础字符，还能设置多媒体键、常用软件的快捷键，甚至自己录制红命令。比如我就把音量调整旁边的这颗按键设定为锁定屏幕，按下后电脑就自动锁屏了。你甚至还能设置某个按键单击和长按执行不同的功能，真正的一个外设，提高 Mac 的生产力。当然，你要是嫌这些自定义功能太复杂，懒得折腾，也完全没关系，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可以开箱让你用到爽的键盘。可以说，它把一个 Mac 键盘该有的样子，手感、颜值、功能这3样都基本做到位了。Mac 自带的触控板已经很好用了，
不过你要是经常干一些高精度的活，比如剪辑视频、拉个时间线、用 PS 抠图，那给 Mac 配个鼠标就不是选择题，是单选题了。如果你的 Mac 是固定在一个地方用，那我一定会更推荐罗技的 MX Master 3S， 这几乎是市面上最强的 Mac 第三方办公鼠标了。我自己都买了2，但它的问题就是太重了，而且那个类肤质涂层用久了容易掉。你看我这个早一点买的就已经盘出浆了，新一点的我赶紧买了贴纸给它续上命。这是 ATK 蜻蜓 A9 Plus， 对比 MX Master 3S 走的就是完全另一个极端了，它只有60多克重量，什么概念呢？轻的跟没拿一样，长时间用手腕一点都不会累。你要是有腱鞘炎或者对鼠标重量特别敏感的话，一定要试试这个。这感觉就像你蹬了一辆链条生锈、脚蹬子还掉了一个的摩拜单车，突然换上了一辆刚投放的崭新的抹了油的轻举单车，骑起来那叫一个丝滑。造型上致敬了罗技的狗屁王，一个完美的土豆形状。这种对称设计的好处就是，甭管你是趴着握、抓着握，它都能把你那无处安放的手掌心给伺候得明明白白。大拇指和无名指正好卡在两侧的凹槽里，非常的舒服。大拇指往上移动一点，就能很自然的按到后推键和前进键。我就是被罗技那个涂层搞怕了，所以这次选了猛狼粉的 Plus 版本。除了骚气，它表面多了一个叫做冰感涂层的东西，不是类肤质，触感上更接近塑料的感觉。但好处是你不用担心用久了它会变得黏黏的。我连续用了几个小时，表面还是非常干爽。你要是不喜欢这种光滑的质感，包装里还送了防滑贴，可以贴在鼠标上，指针移动起来非常顺滑，没有一点延迟。左右键手感偏硬，声音清脆，回弹力度很足。底部的脚贴是特氟龙材质的，特点就是耐磨，就像你家的不粘锅一样，滑动起来非常顺滑，没有一点刮擦感。800毫安时的大电池，在同类产品里算巨无霸了。我用了2周，有2-3天是重度剪辑，其他时间正常用，到现在为止还有30%的电量，轻便加上长续航，平时往包里一丢，也不用担心拿出来的时候没电，非常适合我这种懒人。底部有个 DPI 的切换键，还能收纳无线接收器。虽然它的配置上接近电竞鼠标，最高3万的 DPI，1000的回报率，不过对我来说日常办公都用不上，在网页驱动上把它调到125的回报率，还能更省电。这里再安利一下 Mac Mouse Fix 这个 app， 装上它你就可以把鼠标滚动方向反转过来，跟触摸板保持一致。我还会把按住中键设置为 Command 加 W， 一键关闭窗口，把后推键设置为程序切换，这套组合拳下来，绝对比苹果亲儿子还好用。最后说一句，我看了很多评论，早期的版本有很多用户吐槽品控的问题，不过现在发售一段时间了，我手上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。总而言之，如果你需要一个轻便、长续航、手感好的鼠标，那 A9 Plus 不敢说是最强的，那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。当你买 Mac 的时候，一定有想过要不要咬咬牙花一台 iPad 的钱把那硬盘升到 1T， 但是大部分的人应该和我一样，都是勤俭持家，买了最有性价比的基础版。这点空间日常办公够用，但要多存点东西，对不起，只能加一块移动硬盘了。这就成了每个盖板用户的必经之路。这是三星的 T7 Shield， 它即插即用，特别适合经常带着数据跑来跑去、看重数据安全性的朋友。看它名字就知道了，加了个盾，主打一个皮实耐操、安全可靠。内部是铝合金的骨架，外面又给它套了一个厚厚的带菱纹的橡胶马甲。这样的双层结构不仅提供了非常好的抓握感，握在手里不会打滑，更厉害的是它能提供3米高度的跌落保护，并且达到了 IP65 级别的防水防尘。说人话就是它能完全防止灰尘进去，还能抵御日常的泼溅。你在火车上写着上市计划书，隔壁桌一个激动把泡面洒过来，它没事。就算你躲过了泡面，过大的熊孩子又不小心碰了一下，让它从桌子上掉下去，也不会影响贵公司上市。它甚至还通过了部分 Blackmagic 摄影机的官方认证，说明它的可靠性是专业级别的。容量上有 1T、2T、4TB 可以选择。硬盘的实际读写速度如下：拷贝一个1G 的文件也就1-2秒的事情。我日常剪 4K 视频，素材库就放在这块硬盘里，用剪辑软件十分流畅。如果你去搜这个型号的话，大概率还会看到它有个升级版三星 T9， 参数上看上去更快，达到了20Gbps。不过没有这个必要，因为 T9 用的是 USB 3.2 均2x2的双通道标准，而现在 MacBook 上的吸口不支持这个标准，接上了也就和 T7 一样的速度，所以不要花这个冤枉钱。想要更快速度的，那就得上雷电接口了。
这期就不展开讨论了。有兴趣的小伙伴公屏上打个1，回头我专门出一期讲讲在 Mac 上怎么挑选合适的移动硬盘。如果你有1个以上的苹果设备，我非常推荐你随身带一个一头能打天下的多口充电器，不然每次出门你都得跟盘点家当一样，把充电头一个个找齐。或者就是桌子排插上面那一大堆白色的塑料疙瘩。这是酷戴科67瓦伸缩线充电器 CP6， 它把充电器和充电线这两个本应在一起却常年分居的东西，硬生生的给撮合到了一块。它自带一根扁平设计的伸缩吸口线 0.7 米长，用的时候修一下就可以拉出来，不用的时候线头有磁吸功能，啪一下就能自己吸附在凹槽里了，非常的解压。再加上可折叠的插脚，放在包里也不怕刮花其他东西。接口是2C-EA 的主流配置，支持通用的 PD 协议，所以你的苹果存夹筒从 MacBook 到 iPhone 再到 iPad 它都能伺候。单口 PD 协议输出最高能到65瓦，跟 MacBook Air 充电30分钟，大概回血 60%。就算是 MacBook Pro 14，只要你不是拿它跑什么大型任务，除了充电速度略慢一点，日常办公也完全够了。16寸的话就够呛了，不推荐硬上。我平时用它自带的线连接电脑，45瓦给我的 MacBook Air 充电。要知道原厂的充电器也就30多瓦，同时用另一个吸口充手机，20多瓦的功率喂饱 iPhone 也正好。当然你要是想3口齐上，那它就有点吃力了，每个口的功率算下来属于谁也吃不饱的状态。但它最让我满意的就是2个吸口同时工作时不会断连。你们肯定遇到过一些多口充电器，你这边电脑充着电，那边再插个手机，电脑会断一下再重连。而酷戴科这个你随便拔插，另外的口稳如老狗，纹丝不动。这个体验用过的都懂，非常的丝滑。重量控制的还算可以，160多克，毕竟是自带线材的。不过它这个正正方方的体型有点像块小豆腐，直接放包里没问题。但是你要想塞进那种扁平的收纳包里，那就有点强人所难了。还有插在排插上，有点占位置。综合下来，自带线和大功率的优势可以让我接受它的体型。像在酒店和办公桌这种离插座比较近的地方，用它自带的线就足够了。如果插座比较远，用吸口连一根长线也能解决问题。毕竟你带多个设备出门，最少都会多带根线嘛，算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充电神器。给 MacBook 带壳子，我一直认为是个很主观的东西，特别是裸奔党，觉着 Mac 的精髓就在于那冰凉顺滑的金属质感，带壳是对乔布斯和工业设计的不尊重。但什么人我会建议试试带壳呢？如果你经常带着 MacBook 到处跑，又嫌每次拿出背包后再从内胆包拿进拿出的太麻烦的，或者想让你的 Mac 多用几年，以后挂二手的时候能有个好品相的，最后就是喜欢往电脑上贴各种贴纸，将来后悔了换个壳就行。很多人对 MacBook 壳子的印象还停留在以前那种又厚又脆的硬塑料壳，那种壳子用2个月自己就裂了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这是 UKIY 的 MacBook 保护壳 ，PC 材质的软壳，有一定的韧性，但又很薄，最薄的地方只有 1.2 毫米，表面是那种比较粗的磨砂质感，不容易留下划痕和指纹，也不容易发黄，最主要的是没什么异味。4角全包，卡扣设计的很小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，扣上后不会轻易脱落，拆的时候也很好拆。装上之后完全不影响我这台 MacBook Air 单手开合盖子，也不影响屏幕悬停，看得出来是真机开模的。壳子地面还有增加摩擦的防滑垫，上面是蜂窝状的凸点，放在桌子上很稳。壳子边缘处理得很好，摸上去不会割手。Mac 这玩意铝合金的材质确实够硬，但就怕磕。你平时放包里 A 面被什么东西挤一下，就是一个永久的坑或者划痕。我觉得壳子最大的作用就是这个防刮防磕，当然不防摔，高处掉下来该坏的还是坏。有人可能会担心散热问题，说实话，从 M 芯片开始 Mac 的功耗和散热都控制得很好，除非你在跑什么大型任务或者顶着大太阳用，日常办公的话基本不怎么发热。这款壳子在 Pro 的型号上都有预留出风口，不影响散热，它反而还会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，冬天刚从包里拿出来的时候 MacBook 没那么动手了。希望这期内容对你选 Mac 配件有帮助，让你的 Mac 用起来更顺手，争取一机传3代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希望你能一键3连支持下，你们的鼓励就是我继续更新的动力。我是 Barry， 让我们下个视频见。